研究生毕业后，我在外打拼5年，没有回家。现如今事业有成，功成名就，凑巧又是清明节，想着回家祭祖扫墓，陪伴父母尽孝道。刚到家，尖酸刻薄的大姑就拦下我，冲我问事业，问工资，问女友。我知道他就是想秀优越感，好显摆他儿子优秀，然后一如既往的以嘲讽我妈为乐，却不知我在外打拼这几年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他欺辱的软柿子。既然大姑主动把脸伸过来，那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爽抽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哟，这不是顾晨吗？4、5年没见你了，怎么西北风把你扫回来了？今天可是清明节啊，加班费3倍呢。刚进家，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响起，我闭着眼都知道是谁，除了那个长得漂亮却蛇蝎心肠的大姑，还能有谁？自我记事开始，印象中就没在他嘴里听过人话，不是喜欢阴阳怪气，就是爱挖苦嘲讽别人，一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，就像个泼妇似的骂大街，不仅脾气极差，还老爱占我家便宜。这不，逢年过节来我家蹭吃蹭喝就算了，清明节也不放过。我进屋放下大包小料，拉着厨房做菜的妈，把定制的衣服和金项链以及品牌化妆品一个个拿给她试穿试用。坐在沙发上翘着2郎腿嗑瓜子的大姑顿时不乐意了。顾晨，大姑跟你说话没听见吗？跟我装聋作哑，亏你还是研究生呢，一点都不知道尊重长辈。我没惯着他，回头对道，我只对有教养的人讲礼貌。来我家做客，瓜子壳扔得满沙发都是，还把臭脚搭在茶几上，你也真好意思。大姑被我对得老脸一僵，只是停下嗑瓜子的动作，怔怔地看着我，一时间说不出来话。或许是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还一直停留在5年前那个忠厚听话，哪怕被吊一顿也都会选择沉默的老实人吧。殊不知，现在的我早已脱胎换骨，无论眼界还是身份和气质，都不是以前的我了。几秒后，大姑反应过来，她敏锐察觉到我不好欺负，转而朝我妈叫嚷：“弟妹啊，看看你家这野孩子，才在外面待了几年啊，怎么变得这么尖酸刻薄？现在敢当着你的面对长辈，以后等你老了，他就敢揭你天灵盖，你也不管管。”我妈向来不喜与人争，性子软好说话，她笑着准备说些什么，可对上大姑的眼神，忽然脸色一变，似乎想到了什么似的，连忙把我拉到一旁，小声叮嘱：“小陈，怎么说她也是你大姑，在长辈面前少说2句。”我毫不在乎地哦了一声，把金镯子套进她手腕上，懒得理大姑。妈，这金镯子跟你的气质真搭，你皮肤要记得保养啊。我这次买的护肤品够你用1年的。我妈红了脸，买这些干什么？你爸待会又要说你浪费钱。我忍不住一乐，没想到妈妈也有小女人的一面。我脱掉西装外套，拉着妈坐下聊天，还没讲2句，一旁的大姑横声插话，给我来了个夺命3连。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1个月挣多少钱？谈对象了吗？我本就反感他，所以他抛出的问题，我真的懒得搭理。可真要一句不说，我妈肯定又要唠叨，便随口解释，自己开公司，自己发工资，对象有了，目前还没结婚的打算。刚说完，大姑脸就黑了。顾晨，你小子故意恶心我的吧？才在外面当了几年牛马啊，本事没见长，脾气跟个牛似的。既然你不愿意跟大姑聊天，那就赶紧滚吧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我顿时一愣，有些不敢相信他说的话。这里好像是我家，
你一个外人也配让我走？我刚准备开队，大姑就指着我妈，像发号施令，赶紧把你儿子带去灶房炒菜去，一会儿我儿子就要到了。清蒸鲈鱼、土豆烧鸡，还有炸小鸡屁股，是他最爱吃的3道菜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呵呵，我瞬间被气笑。你字刚出口，爸就2手提着菜进了家，一手提着鱼，一手提着一大堆菜。我定眼一看，全都是大姑和表弟爱吃的菜。就看我爸满脸堆笑的把东西放下，然后还主动给大姑捶背，态度卑微到了极点，看得我满眼惊愣。我妈性子软不喜语，真是不错，可我爸可是出了名的脾气暴，他最是讨厌这个姐姐，别说是给她捶背了，就是看到她一眼都能气好几天。如今这是怎么了？见面不掐架也就算了，反倒开始讨好她。就看大姑趴在沙发上，一副享受的样子，嘴里还在吐槽，这敲背的力道还是不够专业，比起我儿子给我请的专业按摩师还差得远了。我爸笑呵呵表示，下次把按摩师请家里来，我亲自跟他学。我更震惊了，一脸懵地看着眼前生我养我的男人，一时间觉得他无比陌生。那个性情直率、不服就干的老爸，这是怎么了？爸，你这是……你闭嘴！刚才门外就听你在气你大姑，回头我再好好收拾你。我爸瞪了我一眼，眼神示意我闭嘴后，回头继续讨好大姑。姐，现在顾勇长本事了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你可要在桌上替我美言几句，给我家顾晨找个好工作啊！我这才恍然大悟，一定是我爸把我想成了在外面打拼5年一事无成的失败者，现在突然回来，肯定是再混不下去，想为我谋出路。听这意思，我大姑这个儿子，也就是我表哥，似乎在老家混得很好。我面色不由得古怪起来，表哥什么德行？我心里清楚得很，除了一张长得还算好看的脸以外，没有任何优点。难道是买彩票中奖了，或者他在外失散多年的爹给他挣了一笔巨款？很快我就从大姑嘴里得到了答案。呵呵，顾晨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家顾勇3个月前就是晨曦渔业销售部的部长了，一年也就挣个70、80万吧。我想，虽然这工资不高，但够你埋头苦干不吃不喝的工作小10年吧。听大姑这么一说，我脸上的表情那是相当精彩。晨曦渔业，这 TM 就是我公司旗下的分公司啊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就更好奇了。子公司去年开业的时候，招聘的内容还是我亲自过目的。顾勇不过就是初中学历，晨曦渔业销售部最低标准都是本科，他怎么可能进得去？或者说，我不在的这5年，顾勇真的洗心革面，在卖鱼这方面做出了杰出成绩，被子公司破格招揽了。可以一想到他那好吃懒做的样子，我又摇了摇头。好好瞧瞧，这是什么？大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长盒，打开后从里面拿出好几根小金条。金镯子那玩意儿戴着哪儿有意思？没事把金条拿出来，那才是回头率拉满了。我家顾勇随手买给我的，言语神情无一不是在炫耀。我爸非常配合他，一脸羡慕的夸赞，只不过表演味道太重。我淡笑一声，只是看了眼便没了兴趣。或许是没有从我这儿获取炫耀的成就感和满足感。大姑又黑下脸，你还在这坐着干嘛？赶紧滚去厨房帮你妈啊！我家顾勇待会就到了，吃不上菜你工作没了。大姑的话给我无语坏了。你搞清楚，这是我家，你是客人，我是主人。闭嘴！爸突然呵斥一声，打断我说话，然后向大姑道歉赔礼，还不忘把我推进灶房。看着老爸的样子，一时间让我哭笑不得。
我就跟他解释，爸，就算顾勇现在有出息了，您也没必要巴结大姑，你儿子混得可比他有出息多了。哦，我爸愣了下，你几斤几两我还不晓得，你大姑不是什么好鸟，但咱家现在有求于他，听爸的话，别跟工作过不去。我感叹道，知道爸是为我好，但我真的……哎呀，爸打断我说话，你就别逞强了，顾勇现在混得真挺牛的，为了你的前程，就忍一忍吧。我还想解释，爸，我现在真的很厉害。好了，刚回来就要惹我生气，听我的，去帮你妈打下手。见我爸郁闷的样子，加上我刚回来没多久，就没再跟他反驳。进厨房后，我就看到妈旁边还有一盆准备给猪吃的鸡屁股。我妈喜欢去菜场收集这些没人要的鸡屁股，便宜又量大。我嘴角一勾，掀起一抹玩味笑容，不就是做菜吗？倒也不是不行。妈，我也来做个拿手菜啊！你还会做菜？我妈诧异看了我一眼，我笑着把妈推出去。您瞧好嘞！砰！关上屋门，我开始了自己的操作。起锅烧油，鸡屁股直接倒进沸腾的油锅里炸，看着杂物和小便都和肉混在一起，我咧起嘴角。我让你一次吃个够，今天这顿吃完，我让你1个星期吃不下饭。1小时后，菜被我陆续端上桌。我那表哥顾勇终于踩着饭点来了，小勇来了，快坐。爸妈热情招呼他，可顾勇却叼着烟，看都不看他们，甚至连舅舅舅妈都懒得叫。爸妈脸色有些难看，可有求于他，只能忍着。妈给他盛了满满1碗饭，我爸就赶紧给他夹菜。小勇，这可都是你表弟做的菜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对，多吃一点啊。我也跟着笑。顾勇听后没有一丝感谢的意思，还嘲讽一笑，表弟啊，这些年你在外奔波，钱没挣几个，倒是学会做饭了，难不成你研究生学历去给人当厨子了？哎，不过这一行油烟大，你细皮嫩肉的，能举得动锅灶吗？咱们男人怎么可以进厨房？那是女人才干的事儿。我要是你啊，就是去工地板砖，也不会进厨房的。这进了厨房当厨子啊，以后就只能娶一个服务员当老婆喽，人生一眼就能看到头。闻言，我冷笑一声，坐看他表演，也懒得对了。现在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进我公司的。于是，我把裹了好几层面粉的炸鸡屁股那盘菜推到表哥面前，扭头对爸说：“这次回来我带了很多礼物，太沉拿不动。爸，麻烦你去后备箱拿一下呗，正好车里有很多能证明我是晨曦渔业老板的文件资料。”说完又转头小声跟妈说了2句。我妈看着表弟夹了一块又一块鸡屁股开吃，再看向菜盘子，脸都绿了。表哥最喜欢吃的就是鸡屁股了。其实我有时候也挺不理解的，但看着他大快朵颐，还时不时来上一句：“操，这味道太板正了，好久没吃过这么有味道的鸡屁股。”大姑将信将疑地看了眼儿子，自己也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塞进嘴里，边吃边点头：“哦，味道确实很板正。”我嘴角忍不住一抽，双喜临门啊！看来表哥喜欢吃鸡屁股这点，随他妈，我妈脸都白了。她光是看着，脸色都那么差，不知道大姑和表哥要是知道鸡屁股的制作工艺，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彩表情呢？大姑风卷残云的连吃好几个以后，放下筷子打了个嗝。表哥问我：“对了，顾晨，你有这手艺，不如去学校门口摆摊，挣的钱可比你给人当牛马多多了。你这是怎么做的？教教我妈，回头我让妈自己在家做。”哦，表哥刚说完，我妈就忍不住干呕一声。大姑和表哥都看向他，这时才注意到我们母子俩碗里只有米饭和素菜。咦，
你俩怎么不吃肉啊？大姑疑惑。我妈脸色一僵，愣是说不出来话。我妈欲言又止，可是她一想到我刚刚说的话，愣是不敢阻止两人吃鸡屁股。毕竟她知道自己有求于她，要是把真相说出来，儿子找工作这个事儿就得黄。表哥慢慢吃得饱了，咀嚼鸡屁股的速度放缓，我眉头忍不住一挑。这面炸鸡屁股经不起味道推敲，要是他慢慢吃，肯定能吃出里面的鸡屎味。见我们不说话，大姑乐呵呵阴阳道：“弟妹，你这懂得人自有高低贵贱的分寸感，我还是很满意的。”说完掉头跟他儿子道：“也对，他们母子俩跟咱一个桌子吃饭，也算咱给面子。要是连吃的东西都一样，那就拎不清谁是大小王了。”我妈脸色很难看，一脸隐忍和不敢发作的憋屈模样，让我心中隐有怒气升起。这才刚到家几个小时，我妈就被欺负成这样。我不在家这几年，我妈得被她欺负成什么样？今天必须好好整治这对母子，让他们以后见到我爸妈都得绕着路走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给大姑夹了一块。姑姑，这可是我糅合了很多道工序才做出来的味道，你可要多尝尝。毕竟表哥都吃那么多了，他可不能少吃。大姑吃得满嘴油面，一脸满足。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，儿子，给他介绍份工作吧。可以。表哥擦了擦嘴，叼起一根烟。一听这话，我妈立马亮了眼。表哥说，我这里有2份工作可以让顾晨选，一份是保洁，另一份杀鱼工。虽然早有预料，可我还是非常无语。我妈更是一脸失望，难为情问：“小勇，你现在都是100万年薪的部长了，就不能给顾晨找个体面点的工作？他可是研究生。”那又怎样？舅妈，你这眼界还是太窄了。现在本科生、研究生什么的，满大街都是，最不值钱了。真正值钱的是资源。表哥继续说，别小看保洁和杀鱼工这份工作，背后的学问可大着呢。顾晨长得还行，我们晨曦渔业里面的美女还是很多的，只要他好好干，勾引一个女员工，把女员工骗回来娶了，工作有了，老婆有了，对外说还有面儿，这不是一举3得吗？我忍不住扶额，他该不会开始就是在晨曦渔业干保洁的吧？怎么业务流程这么熟悉？顾家基因好，好几代子女都是男俊女俏。顾勇还是没改掉5年前我印象中的烟渣思想，我就知道他不是走正道。这次清明回家，还有一项任务，就是来分公司看一下关于人事调动异常的问题。听说有个很有手段的男人，把子公司的副经理拿下了，走关系抱小团，不仅严重影响晨曦渔业，还对我的总公司造成了不好的负面新闻。难道这个人就是他？砰！我妈忽然猛拍桌子，当场就急了，把我也吓一跳。顾勇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表弟？我们家顾晨就是再穷再没本事，也不可能去做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我妈性子素来软，记事起就没见过她这么动怒。看着她那副满脸通红、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我忍不住莞尔一笑。我妈真可爱，这就是我妈。虽然平日里很少帮我说什么，因为有我爸保护我，可现在遇到事情了，我爸不在，我妈就非常刚硬。大姑被我妈突如其来的发火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后骂骂咧咧：“你说谁见不得人？我儿子给你儿子介绍工作，还教他怎么找对象，你还来凑近了？狗咬吕洞宾的东西，活该你一辈子过穷日子。”他刚骂2句，我爸直接黑着脸把门踹开。他指着大姑母子俩，再没了刚才的巴结和讨好，而是厉声怒喝：“滚！以后再来我们家，我给你腿打断，都特么滚！”大姑一脸的震惊，
弟弟，你疯了吧？你儿子工作不想要了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表哥故意踹翻垃圾桶。舅舅，你要是这样，我可不给你帮忙了。我爸拿着文件袋刚要开口，我妈连忙上前把他拦下，拉到一边。孩子他爸，冷静冷静，咱有求于你姐。我爸瞪了他一眼，随后把文件袋放在妈手里。刚刚不是你先忍不住的吗？好好看看这个，咱儿子现在是大老板。我妈将信将疑，拆开文件袋一看，瞳孔瞬间睁大，随即眼冒一彩地看着我。儿子看着妈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来，我笑着点头。我爸黑着脸拍我的肩膀：臭小子，怎么不早说？害得我们受这些憋屈气，跟我这玩藏拙呢？我妈一脚踹在爸屁股上，还不是你这老不死的一直不让他解释。我爸被轻轻踢了一脚，老脸一红，挠了挠后脑勺，尴尬自语：我以为他吹牛呢。大姑见我爸妈都是一脸如释负重的样子，上前将文件袋抢来一看，顿时傻眼。晨曦集团总裁？怎么可能？表哥也拿起看了下，随后冷笑一声，讥讽道：我只听过晨曦渔业，真没听过什么晨曦集团。说着，他拍了拍我肩膀：表弟，你搞这种假模假式就没必要了吧？大姑掐着腰，大嗓门冲我喊：门口那辆奔驰都是你租来的吧？不是我说你，都30好几的人了，还学别人搞这种费钱不讨好的面子工程，现在又搞个什么假总裁来忽悠你爸妈？你要是大姑的儿子，大姑能给你打死。我妈闻言顿时就迟疑了起来。晨晨，你该不会真像大姑说的那样，不等我说话，爸爸就率先开口？别人不相信咱儿子，你还不相信他？撒谎的事情，顾晨从来不屑于去做，你当他是顾勇啊？3句话2句都是骗人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爸还不忘记阴阳顾勇。大姑最宠他儿子，一看我爸转变了态度，还开始阴阳他儿子，一气之下就把餐桌掀了，碗筷米菜碎落一地。我妈由于离得近，脚踝被碗片擦伤流血。大姑骂道：来你家吃饭那是给你面子，不吃就滚。我连忙扶起我妈，搀着她坐在沙发上，冷冷地看向大姑和顾勇，到底是鸡屎吃多了，这嘴巴真的是臭。大姑一愣：你什么意思？我呵呵一笑：你们刚刚吃了那么多鸡屁股，难道没吃出来一股鸡屎味？表弟脸色瞬间如猪肝色，捂着肚子干呕了起来。哦，我说怎么胃里这么难受？你小子他妈故意不洗鸡屁股。大姑也开始呕吐，怪不得下那么多辣料，就是为了掩盖鸡屎味，故意恶心咱们母子俩。我爸一看自己老婆受了伤，一气之下就打了大姑一巴掌：什么鸡屎鸭屎，滚，都给我滚！大姑和表哥被赶出家门后，我爸连忙过来给我妈止血。止血的时候还不忘问我：你真的是老板，没有撒谎吧？我刚要打电话证明自己，下一秒屋外就传出一道剧烈碰撞声，紧接着就有人大喊：卧槽！顾勇开面包车把奔驰撞了。等我冲出院子外，顾勇靠在面包车旁，嘴里叼着烟，看着我冷笑。大姑一边吐，还一边指挥顾勇：别停下啊，继续给老娘撞！而我那辆99新的奔驰，侧面门被撞破，露出里面歪扭的座椅，油箱也破了，油流在地上。表弟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刚学车没多久，错把刹车当油门，一不小心就把你租来的车撞坏了。我脸黑得不行，这奔驰车可是女友徐玉溪给我买的，是我们的定情信物，没想到就这么被他给撞了。顾勇，你做事难道就不考虑后果？我第一次叫他名字，足以证明我这次是真的生气了。
顾勇冷笑一声，后果就这破车，老子1年能挣2辆。我道，那你赔钱吧。顾勇哈哈大笑，赔钱？我为什么要赔钱？你自己租的车，还停在马路中间，被我不小心撞了，你只能自认倒霉。他妈敢给我喂鸡屎，老子就不赔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村路那么宽，我停在路肩，足够同时容纳2辆车通过。他偏说我车子停在路中间，干扰他行驶。他就是故意撞坏我车子，然后想看租车公司来找我要赔款的戏码。到时候全村人都来看这个热闹。这种故意的行为，我的车保险公司是不会赔的。面包车的保险金额有限，大头还是得顾勇赔偿。这都是小事，顾勇敢不赔，我能把他告到赔。更让我震怒和变色的是，顾勇在明知车油箱在漏油的情况下，还故意把抽完的烟头直接丢在油箱附近。下一秒，奔驰车直接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卧槽，这家伙太狠了吧！大家赶紧退开，别被爆炸误伤。有几个看热闹的村民被吓得不轻，连滚带爬的往远处跑，生怕被炸伤。院门口散养的鸡群也都被吓得乱飞。儿子，你干嘛去？快回来！我冲向奔驰车的时候，爸妈拼命在后面追着喊，你们别过来，车里有我重要的资料，我拿了就回来。我一边言语阻止他们，一边拉开车门。好在车子一侧被撞，另一侧还是完好的，车门被顺利拉开。我刚拿出事关几千万的订单资料，心里稍稍安心。下一秒，顾勇就夺了去，然后直接丢进火焰之中。我不可置信看着他，你疯了？想死是吗？顾勇拍了拍手，怪笑着后退，拉开爆炸安全距离。顾晨，你那点心思我早就知道了，不就是想要我赔钱吗？钱我有，1辆破奔驰，老子能赔得起。说着，他吐了一口口水在地上，然后踩了一脚地上的鸡屎。但想要老子赔钱，你就得跪下来，给老子舔鞋底。面对他层出不穷的恶心手段，我怒极生笑，终于还是拨通了一个号码。挂断电话，我冷冷地看着顾勇，你们俩完了。徐玉溪的粉色奔驰停在路肩，他慌忙下车，冲我而来。老公，我手机刚刚收到你车子的紧急救援，你吓死我了。我的奔驰车设定有紧急救援自动拨号的系统，可以同时打给 4S 店和徐玉溪。本来今天徐玉溪是要跟我一起回家，打算给我爸妈一个惊喜的，因为他临时有个会议要参加，我就提前自己开车回来了。我拍了拍徐玉溪，我没事，就是3000万的合同被烧了，我还没有备份。顾勇瞪大眼看着我女朋友，一双眼睛恨不能装在徐玉溪身上才肯罢休。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你小子是走了狗屎运吧？从哪儿骗来的？听表哥一句劝，这种女人你驾驭不了，让给表哥吧。说着，顾勇十分绅士地走过来，想要和徐玉溪套近乎。我是晨曦渔业的部长，年薪100万，只要你愿意当我女人，后半辈衣食无忧。啪！他还没说完，徐玉溪一巴掌就扇在他脸上。哪来的神经病？有病就去治！顾勇一怒之下就要还击，结果徐玉溪又是一个抬脚踹在他肚子上，给我滚远点！徐玉溪是练家子，黑带7段，脾气比我暴多了。因为长得漂亮，这些年没少被想要摘花的不怀好意男人欺负，所以练就了防身的本事。顾勇被踹地在地上滚了2圈，大姑连忙上前将他扶起来。狗日的，我今天让你俩都出不了村子！顾勇爬起来一边骂一边掏手机打了电话。电话还没挂多久，一辆黑色商务车就停在路口，车里下来了个衣着靓丽的女人。
宝宝，你怎么来了？顾勇靠过去，冲女人堆起笑脸。大姑也连忙凑过去，笑嘻嘻拉着女人的手。哎呦，我的好儿媳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晚点我们过去接你吗？女人黑着脸，朝母子俩一人打了一巴掌。你们闯祸了！顾勇和他妈互看，然后懵逼。下一秒，顾勇口中宝宝的女人就走到我面前，弯下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顾总，我来迟了。”顾总，顾勇就是在傻，这一刻也明白，他真的闯祸了。他最大的依仗就是口中这个称作宝宝的女人，她是晨曦渔业的副总，也是我女友的闺蜜王小倩。我瞬间就明白了一切。徐玉溪说过，王小倩最近交了个姓顾的男朋友。顾勇如此嚣张跋扈，不讲道理，最大的依仗就是王小倩了。顾勇人是坏，但他不傻，立刻连滚带爬过来，抱住我的大腿。表弟，我可是你表哥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大人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围观的人都看傻眼了。这小子刚刚那嚣张跋扈的劲呢，总算让他踢到钢板了。这段时间咱们卖鱼的活都被他抢了去，都快活不下去了。我爸妈也在震惊中艰难回过神，他们也是才知道我当老板，可不知道我的老板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大。大姑还是没反应过来，拉着顾勇骂：“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这就求饶了。他就算是老板，也不值得你下跪吧？赶紧起来！”顾勇反手抽了他妈一巴掌，骂道：“老女人，笨女人，你还分不清大小王吗？顾晨他妈是我老板的老板，赶紧跪下跟顾总道歉。”顾勇很懂形势，分清谁是弟弟谁是爹之后，完全没有了刚才嚣张跋扈的气焰。但那又怎样？已经有人开始就报了警，这会民警已经赶到现场。我默默丢下一句按规矩办事，就甩开顾勇和大姑，拉着徐玉溪和爸妈进了屋。王小倩跟我道歉赔礼后，转过身一脚踹在顾勇脸上：“混蛋，你把我们晨曦渔业3000万的订单毁了，准备好吃官司吧！”回到屋里，全家人一起收拾好地上的饭菜垃圾，围坐在沙发前，有说有笑。我爸一脸担忧，问我：“你说3000万的那个文件袋被烧了，影响你工作不？”我还没说话，徐玉溪就笑着安慰我爸：“叔叔放心吧，订单虽然没了，但只要顾晨是安全的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我也笑着安抚老爸：“放心吧，自然会有人赔的。”当天晚上，顾勇就拉着他妈跪在我家院外。顾勇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，大姑更是蔫巴的像秋天的枯草，再没了先前的趾高气昂。一看我们一家子出来了，大姑立马跪着挪到我爸面前：“你可是我亲弟弟，我听警察说已经立案调查了，现在这个情况，你侄子赔车子钱倒也能扛得住。那3000万的订单可真不是他能负担得起的啊！求求你，看在我们亲姐弟的份上，饶了我儿子一命吧！”我爸黑着脸骂他：“白天顾勇在那犯浑的时候，你不是还在旁边拍手叫好吗？现在想起来求饶了，早干嘛去了？”我妈也跟在后面附和：“就是早干嘛去了？大姑早些年嫁了个有钱的老板，虽然后来离婚，可日子一直比我们家过得好。这些年仗着前夫留下的财产，没少在我们家耀武扬威，欺负我爸妈那也是家常便饭。”大姑哭着磕头：“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你侄子，求你劝一劝顾晨，让他高抬贵手。我们怎么说也是一支的亲戚。弟弟，小时候闹灾年那会，可是我偷了鸡蛋把你救回来的。”一句话就让我爸瞬间软了下来。如果我是老板，我肯定就不计较了，可我的儿子的事情，我做不了主。大姑又跪着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：“
小陈，大姑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你网开一面，别让我儿子坐牢，以后你说啥，大姑都听你的。我犹豫了，看了眼身后的徐玉溪。徐玉溪对我说：“你自己做决定就好，公司是你的，我只是投资方。”我叹了口气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的话都没说完。一旁的顾勇不知道哪儿藏着刀，突然大吼一声：“我弄死你个贱货！”下一秒，闪着寒光的匕首直接扎向徐玉溪，我瞳孔骤缩，瞬间仿佛瞬间放慢。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冲上去就抱住顾勇，腹部先是一阵湿热，紧接着就感觉到身体有一股冰冷的凉意，最后疼痛蔓延全身。低下头，我的腹部正扎着一把匕首，顾勇的手已经被血染红，正愣愣地看着我。混蛋！我爸一脚踹在他脑门上，我弄死你！医生说刀子距离心脏只有半厘米，我侥幸活了下来。顾勇被我爸打进了医院，到现在还在昏迷阶段。嚣张跋扈的大姑早就吓傻了，说话开始神志不清，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怪我什么的。顾勇脱离危险后就被人关起来了。我康复出院的时候，他被判了无期。后来听徐玉溪说，我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发疯似的要拿刀子捅人。徐玉溪让顾勇赔车子还有合同的钱。顾勇年薪100万是不错，但他才干了不到2年，奔驰车他紧一紧还能赔得起，但3000万他望尘莫及。碰巧大姑拉着他跟我道歉的时候，王小倩又发来跟他分手的信息。毕竟在他看来，王小倩是唯一能救他的人，连自己女人都把自己抛弃了。于是顾勇疯了，开始行凶。我提出带爸妈搬进城里定居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顾勇坐牢，大姑子再没了之前的精气神。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总是会阴恻恻地看着我。我家庭事业父母都很完美，虽然是大姑挑衅在先，可我还是不敢赌。毕竟大姑现在一穷二白，除了一条命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样的人往往最危险。年底举家搬迁的时候，大姑说要来给我们践行，我想拒绝，可我爸却狠不下心，找我借了100万，说要给大姑留着养老。我不理解，但我还是给了我爸。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想法，如果是我，只会走得更干脆。我妈说，除了我们以外，大姑是我爸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老婆提醒我要小心。送行那天，我爸刚把钱交到大姑手中，他突然拿出锋利的剪刀，疯了似的扎向我爸。可惜他没有得逞，被我提前安排的人拦了下来，最后也被送进了局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